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在开讲之前，想先问您一句心里话，您是不是也觉得，人一过60就该少吃点，清淡点，吃个7、8分饱才叫会养生？如果您正在点头，那今天这期内容您可千万要听完。医学上有个说法，65岁是身体机能的一道大坎，这道坎一过，您要是还搬着年轻时候那套少吃为养的老规矩来对付自己，不但养不了生，反而是在偷偷透支您的余寿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您不妨把咱们上了年纪的身体想象成一栋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子。年轻那会儿，这宅子墙体结实，水管顺畅，电路也灵光，随便怎么折腾都没事。可这宅子年头一久，水管开始锈了，水流变小了，墙面也开始掉皮，承重的地方悄悄松动了。这时候房子该修的地方一点没少，反而更需要精心保养。要是您这时候图省事，舍不得往房子里投钱投料，那这栋老宅子离塌陷可就真不远了。今天就给大家掏心窝子，讲3条专门给65岁以上朋友定的吃饭铁律。不管您现在血糖高不高，血压稳不稳，只要照着这套方法用起来，就能帮您把溜走的肌肉一点点补回来，给晚年的身子骨加一层结结实实的护墙。开讲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里老人的身体，麻烦点一下下方的关注，再把提醒打开，这样以后有干货就不会错过。咱们这里讲的都是很多大平台不太爱细说的实在话。喜欢今天内容的，欢迎在评论区打个1，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经验留在评论里，咱们互相学习。好，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年轻人那套吃法搬到咱们身上就不灵了。这里头藏着2个身体内部的大变化。第一个变化就是这栋老宅子的水管系统出了问题，用医学的话讲，就是吸收率断崖式下降。在门诊里常碰见这样的朋友，明明觉得自己吃的不少，肚子也是饱饱的，一查血，营养指标却一片红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年轻人的肠胃就像刚装好的新水管，水流又急又顺，吃进去一碗饭能吸收90%往上，加上他们代谢快，消耗大，稍微吃多点还容易囤脂肪，所以年轻人得做减法。可65岁以后的朋友不一样了，胃黏膜慢慢变薄，胃酸分泌也跟着减少，肠子蠕动也懒洋洋的，这就跟老房子的水管生了锈一个道理。同样一块肉吃下去，年轻人能吸收大半，咱们可能连一半都吸收不到，剩下的营养还没来得及被用上，就顺着肠道溜走了。这事听着是不是有点后怕？您明明感觉吃饱了，可细胞和器官其实一直在悄悄挨饿。这时候您要是还刻意少吃，那身体可就是双重亏空了。第二个变化更隐蔽，也更危险，那就是肌肉在悄悄流失。医学上管这个叫肌少症。您可能会说，我又不练健美，要那么多肌肉干嘛？朋友们，这个想法真得改一改。对咱们老年人来说，肌肉可不只是肉，它是这栋老宅子的承重墙。有研究数据显示，人过30岁，肌肉就开始慢慢往下掉，一过60岁，流失的速度更是成倍往上蹿。这也是不少老人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腿脚没劲的原因。承重墙结实，房子才立得住，人才走得稳。承重墙一旦松动，人就跟风里的枯草似的，稍微不留神摔一跤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咱们常听说的老人骨折、卧床后引发的肺炎、血栓，这一串要命的连锁反应，最初的导火索往往就是肌肉不够，腿一软摔倒了。所以说，护住肌肉其实就是护住命根子。明白了这2个道理，咱们应对的思路就得从年轻时候的少吃转成现在的吃精。胃口有限，吸收也有限，每一口吃进嘴里的东西都得是能顶用的精兵强将，千万别让没营养的汤汤水水占了肚子的地方。具体怎么吃，给大家总结了3条金科玉律，建议您拿个小本子记一记，贴在冰箱门上，天天看得见。第1条，也是最要紧的一条，把蛋白质当药吃，拼了命也要把肌肉抢救回来。很多朋友一听要加强营养，扭头就去囤了一大袋米面，或者天天蒸红薯吃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个方向真的反了。米面薯类这些是碳水化合物，作用是给身体供能量，让你有劲儿动，就跟给老宅子接电一样，可电接的再多也修不好裂了缝的墙。真正能修补身体长出肌肉的原材料只有一样，
那就是蛋白质。没有蛋白质，身体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根本没办法自我修复。那65岁以上的朋友，一天到底得吃多少蛋白质才够用呢？咱们来算笔账，按照营养学的标准，每公斤体重，一天至少要吃到 1.0 到 1.2 克蛋白质。打个比方，您要是60公斤，那一天就得雷打不动吃进去60到72克的纯蛋白质。您可能觉得这还不容易，其实真没那么简单。早上喝1碗白粥，蛋白质几乎为零，吃1个鸡蛋，大概7克，喝1杯250毫升的牛奶，也就8克左右。您算算，要是早饭光靠稀饭馒头，哪怕加个蛋，离这60多克的目标还差得远呢。这个缺口要是长期补不上，身体是很精明的，为了维持运转，它就会拆东墙补西墙，直接把您身上宝贵的肌肉拿去功能。这就是很多老友觉得自己没少吃，却越活越瘦，越活越没劲的根本原因。为了把这个窟窿补上，给大家整理了4类蛋白质好帮手，建议分散到1日3餐里，让身体随时有原料可用。第一类，鸡蛋，堪称大自然给的全营养胶囊，每天至少吃1整个，连蛋黄一起吃。要是胆固醇不高又不爱吃肉，可以吃到2个。最推荐水煮蛋，营养最全。要是嫌噎得慌，不妨蒸个鸡蛋羹，2个蛋打散加温水，蒸得嫩嫩的，出锅淋点香油和生抽，不用牙嚼就能咽下去，特别适合牙口不好的朋友，吸收率也高。第二类，奶制品，是液体钙库，也是蛋白质补给站，每天至少喝1杯250毫升的奶。要是您一喝牛奶就闹肚子，这是乳糖不耐受，不用担心，换成酸奶就行，记得挑糖分少的，或者试试无乳糖奶、舒化奶、豆浆也可以，但补钙效果比不上牛奶，建议奶和豆浆搭配着喝，早餐1杯，下午饿了再来1杯，光这2杯10几克蛋白质就到手了。第三类，鱼肉，是血管的清道夫，肉质纤维短，做熟了软烂好嚼，不塞牙，像龙利鱼、鳕鱼、三文鱼这些深海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是血管的润滑剂，推荐清蒸，姜丝一铺，上锅蒸8分钟，淋点蒸鱼豉油，鲜嫩不腻。也可以炖一锅鲫鱼豆腐汤，鱼是动物蛋白，豆腐是植物蛋白，一锅下去动植物双补。第四类，禽畜瘦肉，是补气血的红色能量，很多老友嫌塞牙不爱吃，其实红肉里的血红素铁正是预防老年贫血的关键。怕嚼不动，可以把瘦肉剁成肉泥，拌进蛋液或豆腐一起蒸，也可以用高压锅炖牛奶，炖到筷子一夹就烂。夏天不妨做凉拌鸡丝，煮熟撕成细丝，拌黄瓜丝，淋点芝麻酱，清爽又高蛋白。这里要提醒一句安全事项，要是您的肾脏已经出了大问题，比如确诊了肾衰竭或者慢性肾病晚期，上面说的蛋白质摄入量必须严格听医生的，不能自己盲目加量，过量蛋白质会加重肾脏负担。要是肾功能正常，或者只是轻微异常，那就放心大胆的吃，把流失的肌肉一点点找补回来。在门诊见过太多走极端的例子，有的朋友觉得老了该享福，大鱼大肉毫不忌口，结果体检指标一片红；也有的朋友过于谨慎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，把自己饿得面色发白，浑身没劲，肌肉反倒流失得更快。其实道理不复杂，年纪大了，基础代谢就像老宅子的老旧电路，烧起能量来效率低了，咱们既要控制总热量，防止发胖带来的慢病风险，又绝不能陷进营养不良的坑里。目标就是每一口都吃得值，多选热量低、营养价值高的天然食材，像全谷物、杂粮、新鲜蔬果，同时躲开那些除了糖和油什么都没有的空热量食物。这就引出一个很关键的概念，叫营养密度。打个比方，年轻时候的胃口好比一个大行李箱，能装3碗饭，到了现在，消化功能弱了，胃口缩成了只能装1碗饭的小手提包，空间有限了，装进去的东西是不是更得精挑细选？要是这1碗饭的空间被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占满了，身体真正需要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优质蛋白就没地方放了。所以那些只长脂肪、不养细胞的食物，必须坚决做减法。哪些是要警惕的低营养密度陷阱呢？第一类，白粥配咸菜。白粥熬得久了，基本只剩淀粉和水，喝下去血糖蹿得快，回落也快，没多久就又饿了。
咸菜钠超标，几乎没什么活性营养。这一顿等于灌了一肚子糖水盐水。第二类，油条炸糕这类油糖混合食物是心血管健康的隐形杀手。第三类，廉价饼干和桃酥，不少老人饿了顺手吃2块，殊不知里头多是反式脂肪酸，是血管硬化的元凶。反过来，咱们该多亲近高营养密度的食物。同样一口饭，糙米杂粮饭就比白米饭强得多，因为糙米保留了皮层和胚芽，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能帮神经系统运转，还促进肠道蠕动。用红薯、玉米、山药代替半个白馒头。红薯通便，玉米里的叶黄素护眼睛，山药健脾养胃。蔬菜要挑深色的，西兰花、菠菜、胡萝卜这些深色菜，抗氧化能力往往比浅色菜强得多，是天然的抗衰老剂。咱们来做个早餐改造演示：1碗白粥，1个大馒头，1碟酱豆腐，这是典型的碳水炸弹组合。吃完之后，大量碳水迅速变成葡萄糖冲进血液，胰岛素被迫大量分泌。饭后犯困，一上午没精神，该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几乎是零。换成推荐的方案，把白粥换成燕麦牛奶粥，把馒头换成半根玉米，再加1个水煮蛋和几颗小番茄。燕麦和玉米提供粗纤维，像肠道里的清洁刷，还能稳血糖。牛奶鸡蛋补足清晨急需的优质蛋白，保证肌肉和免疫系统有原料。小番茄补充维生素 C， 这样吃下去，胃里踏实，血糖曲线也平稳，一上午精神头都不一样。所以别老问自己吃没吃饱，该问的是吃没吃好。聊完热量和大方向的营养，咱们再来说第3条金科玉律，就是筑牢微量元素这道防线。这一条是门诊里最常被忽略的盲区。很多朋友满脸疑惑地问我，肉也吃了，奶也喝了，饭量也不小，怎么身体还是虚？3天2头感冒，半夜腿还老抽筋。朋友们，这多半是身体里虽然有了充足的燃料，也就是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，却少了能点火的火花塞。体内的钙、维生素 D、锌、钾这些微量元素，就是这些火花塞，没有它们参与，身体里成千上万的生化反应就点不着火，或者效率极低。这就好比老宅子的电闸没合上，电线接得再全，灯也亮不起来。特别是65岁以上的朋友，普遍存在3种关键元素的隐性饥饿，肚子感觉不到，细胞却在喊救命。第一类是骨骼的钢筋，那就是维生素 D 和钙，这2位是黄金搭档，缺了它们，骨头就会像被虫蛀过的木头，内部结构变得又疏又脆，老掉牙、驼背、个子变矮，其实都是骨骼在敲它线。一旦摔倒，极容易骨折，老年人骨折常常被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。怎么补才科学？第一招是晒太阳，这是大自然免费送的顶级补药。建议每天上午9点到10点，或者下午3点到4点，走到户外，卷起袖子和裤腿，晒个20分钟左右。紫外线能激活皮肤，合成天然维生素 D， 它就像个搬运工，能把肠道里的钙运进骨头里。第二招是食补，除了牛奶、豆制品，多吃点绿叶菜，像油菜、芥蓝、苋菜，钙含量相当可观，还富含维生素 K， 能帮着锁住骨钙。第3招是药补，要是已经确诊骨质疏松或者有过骨折史，光靠吃就不够了，得去医院查骨密度，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用药，不能自己乱补，补多了反而容易结石或血管钙化。第2类是免疫系统的哨兵，那就是锌。锌参与了体内几百种酶的合成，一缺锌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味觉变差。很多老人抱怨吃什么都没味儿，像嚼蜡一样，吃不下饭，营养就更跟不上了，而且伤口愈合也慢，免疫细胞也会消极怠工，更容易感冒的肺炎。补锌可以多吃海产品，牡蛎就是补锌冠军，偶尔炖个牡蛎豆腐汤，鲜美又滋补。坚果类像腰果、杏仁、核桃锌含量也不错，但一天1小把就够了，吃多了油脂高，血脂容易稠。全谷物比如小米、燕麦、胚芽米，吸收率不如海鲜，但胜在天天都能吃到。第3类是血管的减压阀，那就是钾。很多高血压朋友知道要少吃盐，却忽略了多补钾这一面。钾就像身体里的另一个搬运工，能把细胞里多余的钠质换出来，通过尿液排掉，相当于给血管卸了压力。补钾可以从香蕉入手，
咱们的饮食习惯普遍高钠低钾，香蕉软糯好嚼，每天吃半根到1根就能帮着平衡电解质，防止肌肉无力。土豆和红薯常被误会是升糖的淀粉，其实用它们替代一部分白米饭，钾含量蹭蹭往上涨，对血压也有好处。深色叶菜比如菠菜、苋菜、空心菜，颜色越深往往微量元素越丰富，但要提醒一句护肾小窍门，这些菜下锅前一定要焯水，因为里头含草酸，不焯水会影响钙吸收，还可能形成结石。焯水几十秒，大部分草酸就流失了，钾还留得住，这样吃既补钾又不伤肾。讲到这儿，仿佛看见屏幕前有些患慢病的朋友皱起了眉头，心里在打鼓，说得轻巧，我有糖尿病，又有高血压，血脂也高，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动，吃饭跟做贼似的。朋友们，这份心情特别懂。门诊里因为过度忌口而营养不良的患者见得太多了，有的糖友为了控糖，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，走路打晃；有的高血压患者盐一点不敢放，最后低钠血症进了急诊。但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慢病管理不是苦修，更不是绝食，只要学会一个核心思路叫替换法，照样能吃得开心，吃得丰富。先说糖尿病的朋友，很多人把主食当成了洪水猛兽，觉得一沾米面血糖就拉不住。其实关键不在吃不吃，而在怎么吃，吃什么。把快糖换成慢糖，血糖就能被驯服得服服帖帖。第一招，把主食换个脸，别老喝软烂的白粥，吃精细的白面条，换成杂粮饭、荞麦面、全麦馒头。煮饭时抓一把黑豆、红豆、燕麦米进去，膳食纤维在肠道里就像一道道减速带，能延缓糖分入血的速度。餐后血糖曲线不再是陡坡，而是平缓的小坡。第二招，调整吃饭顺序，坐下先吃一盘蔬菜垫底，再吃肉蛋奶，最后才吃主食。等到已经有5-6分饱，主食自然吃得少了，血糖峰值也消平不少，还不用挨饿。第三招，水果偷梁换柱，西瓜、荔枝这类升糖快的水果先忍痛割爱，换成苹果、梨、小番茄、猕猴桃这些，而且别刚吃完饭就吃水果，那是火上浇油，最好放在2餐之间，比如上午10点半或者下午3点半当加餐吃，既解馋又不会让血糖大起大落。再说高血压的朋友，很多人抱怨菜做的没滋没味，日子过得寡淡。其实随着年纪增长，味蕾本来就在退化，对咸味不敏感了，才总觉得菜没味儿。但高血压怕的是钠，不是怕好味道。咱们可以调动醋、柠檬汁、葱姜蒜、洋葱、香菜这些天然调料来代替盐勺和味精，酸辣辛香一样能刺激味蕾。比如柠檬汁蒸鱼，那股果酸混着鱼鲜，比放酱油还香，柠檬还能软化血管。同时要警惕藏起来的盐，像咸菜、腐乳、豆瓣酱、蚝油、挂面、火腿肠这些加工食品，含盐量都不低，一口下去半天的眼额度就没了。尽量吃新鲜自己做的饭菜。最后是心脏不太好或者血脂偏高的朋友，策略是把坏油换成好油。血管易堵，就像老房子的水管生锈堵死，水流不畅，供血不足，轻则心绞痛，重则心梗。把猪油、牛油、鸡油这些动物油请出厨房，换成橄榄油、亚麻籽油、菜籽油，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更友好。肉类也换个血，少吃猪牛羊，多吃深海鱼，像三文鱼、沙丁鱼、带鱼，里头的欧米伽3脂肪酸是血管的清道夫，能清理血管垃圾。降甘油3酯，稳斑块。建议每周至少安排2次鱼，清蒸炖汤都行，只要不是油炸。光吃还不够，这就好比盖房子，优质蛋白和健康饮食是砖瓦水泥，运动才是那个负责砌墙的工人。砖头运来了没人气，最后只会堆成垃圾，甚至变成脂肪，加重心脏负担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听运动就摆手，说自己动不了，怕摔跤。别担心，没让大家跑马拉松，也没让大家去健身房举铁，给65岁以上的朋友准备了2种坐着也能做的低门槛运动。第一种是抗阻运动，专门用来长肌肉、强骨骼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，拿2瓶灌满水的矿泉水瓶当哑铃，慢慢上举下放，能练手臂和肩膀。或者坐在椅子上，把小腿慢慢抬平，脚尖回勾，坚持5到10秒再放下，能锻炼大腿前侧的肌肉。这块肌肉强了，
膝盖的压力就能分担一部分。第二种是有氧运动，用来练心肺、稳血压、血糖，可以去公园快走，标准不是越快越好，而是微微出汗，能说话但唱不了歌的程度。这个强度对老年人正合适。也可以练练太极拳、八段锦，动作舒缓，讲究身心合一，不光练肌肉，更练平衡感。平衡好了，跌倒骨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。不管选哪种运动，都请记住一个黄金时间窗口：运动后30分钟内，肌肉正处在充血状态，如饥似渴地等着养分。这时候赶紧喝杯牛奶或者吃个水煮蛋，蛋白质会被优先送到肌肉里修复生长，效果比平时吃2个蛋还好。朋友们，养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玄学，它就藏在您的一日三餐里，藏在你每一次抬腿举手之间。今天说的内容有点多，给您总结成5句话，方便记住，方便转发。第一，请彻底放下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句老话。医学早就证实，微胖对老年人来说才是长寿的本钱。代谢慢了，吸收差了，还坚持粗茶淡饭，身体就成了个空壳子，一旦生病没有本钱扛。第二，饮食要抓住3大支柱，蛋白质给足，鱼禽蛋奶豆都不能少，每公斤体重每天吃到 1.0 到 1.2 克。热量要挑剔，少吃蛋糕甜点这类空热量，多吃粗粮蔬菜这类高营养密度食物。微量元素要补齐，钙、维生素 D、锌、钾一个都不能少。第三，有慢病的朋友善用替换法，糖尿病把白粥换成杂粮，让血糖爬坡更平缓；高血压用天然香料代替盐勺，减盐不减味；心脏不好的用深海鱼代替肥肉，血管洗个澡照样吃得香。第四，坚持吃动结合，光吃不动，脂肪堆着；光动不吃，身体垮着，举举水平，抬抬腿，配合快走散步。别忘了运动后30分钟那个黄金补充期。第五，也是最要严肃提醒的一点，虽然鼓励大家多补蛋白质，但要是肾脏功能已经出了问题，比如肾衰竭，蛋白质摄入必须严格听医生的，绝不能自己瞎补，不然反而加重肾脏负担。朋友们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一顿营养均衡的饭菜就是世上最好的长寿药。哪怕从今晚开始，少盛半碗白粥，多蒸1条鱼，多焯1把菠菜，都是在给身体这栋老宅子加砖添瓦。咱们的目标不只是活得久，更是要活得有质量、有尊严，腿脚利索地享受晚年。要是今天这番话帮您解开了心里的疑惑，麻烦点个赞，也欢迎转发给身边还在硬撑着粗茶淡饭的老朋友。祝大家胃口好，身体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